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魔方新推出的混天豹的第一款成员吵闹。盒子的外包装小小的，外边的风味也是这种二次元的效果，照着玩具画出来的。但是这个运输过程中盒子压了。纸品方面，彩色的说明书，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配件有坦克形态下搭载的炮管和合体用大脚板。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对不起啊，没办法，主要因为这个头雕就太像那个中分头了。以前没觉得咋样，现在越看这个吵闹啦，还有那个电脑怪杰郭文啊，就很像。你干嘛？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回的头雕刻画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涂装的细节做的也还可以。对比一下人形的效果图，其实和动画片里边的一些元素还原的非常的到位啊。包括胸口侧面这里的小造型零件，以及整体的这块胸拼起来的样式，其实动画片里边的感觉是两块胸肌拼起来的。然而这回魔方的设计是3片夹2片，中间做了一个凹槽，让你会有一种这样的视觉误差。这一块的过渡造型非常的漂亮，其实整体来说是要比动画片里边的感觉胸稍宽一些。而且胸口下方这一块用了涂装来处理深色的部分，包括一些小的花纹细节的点缀，都是和动画片里边非常相似的。腿部的花纹处理，拎起来一条腿看，这个其实做出来了倒梯形喇叭裤的感觉。外侧这边的造型是履带，看起来方方的，而内侧真正的人形腿还是一个倒梯形。包括手臂和小腿后边的履带造型也有完整的刻画出来。我觉得还是颜色方案厉害的地方，它把一些灰色的面和绿色的面都能和动画片里边非常相似的还原出来。有一些身体结构的零件，因为涉及到变形啊，所以其实不太好控制颜色的这一块。但这一回的吵闹基本上7、8成的配色都能和动画片里边对应得上，还原了出来。现在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腿肚子后方的这一片，应该是深灰色的，还有后背这一块，动画片里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设定。来看一下可动的部分，头部开口的球碗可以上抬，360度的旋转，肩膀平举360度没有问题。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一段关节曲臂也能达到120度吧。手腕独立可以旋转，腰身部分360度 Z 字折叠的弯腰，侧裙甲打开，侧踢，前踢的幅度会很大，配合膝盖的双关节。但是这种胯部设计的后踢就完全锁死了，做不出来。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脚踝左右有接地。但因为变形的需要，如果你接地幅度过大的话，会看到这里边其实是一个 C 框子，这半拉并没有侧面的这一块，因为立正的时候这里会被履带这一块干涉住。另外还有个小细节，就是胸下方的这个小炮也是可以稍微的转动一点点角度的。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它的变形逻辑。其实巫师之前有做过混天豹，而且他对混天豹这个角色应该是属于情有独钟了，设计了大概这个是第5版了吧。之前的 UT 的那一款吵闹做的也是非常有趣的。来看这一次的 MS 小比例版本，首先打开这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会被干涉到，怎么办呢？往上折一下手臂，手肘上折，这块板件就有了更大的活动范围。把小拳头藏进去，然后胳膊旋转180度，滑道往里缩，手臂归拢好以后，腰身拉开缝隙，背后的背包打开中间的卡扣，这里边背后有2个插的地方，整体的拉起来，旋转180度，我们先放下来备用。头雕连脖子下方的板件往起翘，手臂抬起来，然后把胸炸开。中间这里有连接的卡榫，根部这里是双段关节的折叠，注意一下边缘倒角的位置，先往上提一下，再往开撇，哎，你的胸整个就炸散了。然后脖子整个的这一块往下翻，前边坦克的头折出来，脖子往起立，起到一个抬头的姿势，再往回叠，一定要叠到这个程度啊，也就是脸冲上。从这个窟窿里边可以看到吵闹偷窥着的一张脸，这就变对了，因为这样会达到一个更小的幅度嘛。这一块往里压，压到更小，
让这个胸整个的落上去。根据下方的双关节往上提一下，哎，实现了一个质量转换的感觉。也就是把3层的夹胸变成了2层，让这个胸口缩窄。上方这里连接的卡扣结合，下方这里手腕处和腰部的2个卡扣再进行锁定，咬紧它。哎，现在的上半身基本上就变好了，还是很结实的，而且缝隙对的还是很齐的。放在这里不用管它，炮台撩开，腰部旋转180度。这个地方建议把侧裙甲稍微的打开一点点，抠开，不然这个腿部侧踢的话会稍微的卡住。我们一条腿一条腿的来变。腿部这里360度看，其实密合的还是很整齐的，并没有什么头胶空洞的地方，但是解锁主要是在这一块。首先抠着这个的根部往上拉，这里是一个滑道。我们把这个地方解锁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脱开下方的2个燕尾插槽，打开这里，整体的前边腿板连同脚丫子往上翻，翻过来以后，脚侧面的这一块小零件折回去，脚尖再折回去，进一个6形的回旋，卷起来它，往外打，里边的这一片挡肉板翻出来。再把脚折叠好，这里就变完了。接着腿肚子的这一块拉伸到最长的时候，往外翻折90度。注意这一片，刚才我们解锁开滑道的位置，进行2次折叠。先把这一片翻转叠平，再把这一片贴回来。这里会长出来这么一根棍子，而这根棍子是要钻过这个洞的。还有一步很关键的位置，人形的时候膝盖是这个样子的，这里有2段关节，在变成坦克的时候我们要往下搓一点点，让前方这里腾开一个缝隙，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板子放在这儿，贴过来 Z 字折叠压合，让刚才那根长棍子钻出这个洞来。好的，我们从这面看，就等于把这2片板子夹紧放在一起了。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2条腿中间的卡扣结合起来了。侧面这里我们先不要往上闭合，打开下方这一块双关节，这个杆子中间也是尼龙的，韧性很好。拉开，然后这里进行一个双关节的折叠，拉出这一块来。注意这里还有2个挡肉片，一翻2翻，燕尾卡扣插满。履带这里有一个滑道，拉开卡扣往长拉，旋转180度，先不要扣合，拉松即可。炮塔的部分往回插，注意它的滑道这个零件滑上来堵住脸部，根部这里还有2个燕尾扣子，所以要借助尼龙的韧性，把这2个燕尾扣子边滑边往上搭，完全的咬合住，这块面板就会很平整了。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腰部回归，往里稍微的捏合一点点。好的，现在往回摇坦克后方侧面的这一块，注意中间的卡扣位置，1段、2段、3段，把这3个点同时的插住，对齐，咬合，哎，另外的一边找卡位。主要原因是这里又有2个燕尾扣子，滑槽从上往下滑，顶满它，再把这个履带放下缩，缩滑道中间还有很多的暗扣啊，对齐，夹满，现在的履带就完全的拼合在一起了，而且缝隙对的特别的规矩，同时揪住了前后2块的部分，让这个燕尾扣子和这里的锁扣形成了一个维度锁，同时再把前方的这一片包过来。这里又有多段的锁扣啊，1、2、3、4个锁点的位置，等于起到了一个揪筋的效果，完全的插满。最后炮管拉长，翘起来。
人形的机枪插在吵闹专属的炮插在后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规整的坦克，每一个面儿、每一个卡扣缝隙对得特别的齐，尤其履带的这一块扣合好了以后，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每一个面儿细节做的也不错，坦克的装甲片上面的一些细节刻画点缀也还好，唯一可能暴露的是这个双段关节折叠的轴，这里会有一个凹洞，仅此而已。但毕竟是小比例的玩具嘛，炮管上下可动，幅度还不错，并且是尼龙料子啊，很韧。这里其实是可以360度进行旋转的，但是因为后边的这一块零件，我们把它摘掉。而且这两个小的灯是放在袋子里的，打开说明书袋子的时候，小心这两个别掉了。还原度来说还是可以的吧，包括这一块有一个小的机枪，这里也有刻画出来，很不错。大灯的这设定图的问题吧，可能把那一块裁掉了。后边这里的炮管造型也是非常像的，包括上面装甲的一些细节刻画，以及侧面的一些点缀。从后边看来对比一下，坦克的尾部和动画片里边还是有一些出入的，并没有做出来那种斜坡下来的感觉，而且这一块感觉过方了，应该尖尖的，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变形的结构所限。但在一款小比例上边能把两个形态的还原度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已经挺厉害了。当然了，这款吵闹作为混天豹的一条腿还是需要合体的，但合体模式也非常的简单，把后边这块拔掉，炮塔旋转180度，旋转过来的时候，这里看到有两个卡槽，在炮塔的下方有两个空洞，把它固定插一下，咬住，炮管缩短。这个枪可摘可不摘吧，这样就把它完全锁死了，炮塔不会乱动。这里有个盖子，拨一下，打开，掏出脚丫子，直接往上插就行。脚尖这里有个双段的关节，可以实现踮脚走路的姿势。左右的接地，当然它只能从一个方向接地啊，混天豹不存在左右脚替换这么一说。打开中间的夹缝，然后用工字接口把它夹住。总结一下吧。魔方的小比例合体金刚如今出到了第3套混天豹。其实巫师做这个东西是手到擒来，我一直以为他会用之前 UT 的那个不错的那个吵闹去进行一些魔改，但没想到这回是完全重新设计的，跟之前的变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这一次处理的效果，我感觉会比之前 UT 的那个更好一些，尤其在人形处理的一些身材比例，还有它的一个颜色的配比方面，我觉得能还原出来80%到90%。几个形态尾部稍微差了一些，整体的用料来说，其实坦克的本体是用的尼龙材质，而这个大脚板啊，它在中间的脚踝轴的部位是尼龙，脚面的部分以及脚尖这里用的是 ABS。因为这里也不存在什么折叠需要韧性的地方，所以用了 ABS 的硬度来支撑它整体的一个强度。所以在这款小的吵闹身上，你也能感觉到变形的步骤其实完全不输于当时 UT 的那一个，所以也是这个尼龙的流氓料子啊，才能驾驭得住这么薄的这个壁厚，以及它分的这么多零件吧。最终还是为了两个形态的兼顾，可以说这款豹子我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期待的。但是我看那个图，应该最后用的是大裤衩模式了，这一点又是让我非常不满的。我不太喜欢大裤衩，除非说你大裤衩最后也能变个什么。不过我好在发现了这个脚踝侧面这里会多出来一个卡扣，后方这里又有一个豆，应该是两只脚可以拼在一起，最后和那个身躯的部分可以进行一些互动吧，我猜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可能这些合体配件最终还能拼成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吧，就像大力神的那些合体配件一样。不过只是目前让人比较诟病的是，以前的大力神也好，飞天虎也好，它都会在最后合体的时候附赠漫画造型的替换装甲。哎，这个当时大家也都觉得非常良心啊，买一套玩具可以实现出来不同的模式切换，大力神动画和漫画的造型，飞天虎就更别说了，它实现了各种无限的可能，只要你看到飞天虎身上的一些其他的 bug 都在身上都能还原出来，甚至腿的前后切换，
肩膀的各式造型。而这一回的魂天豹，看微博上面发漫画造型的脚丫子和动画造型这两个应该是单独独立包装发售的，就不会增加替换的零件了。这个可能也是现在微博上边吵得比较凶的吧，大家吐槽比较多的一件事情吧。反正总归来说，目前只出了第一款，还是看后续这个东西会有一个怎样的搭配的形式吧，目前还不得而知啊。最终合体金刚还是要看它组合起来以后的表现素质如何。但回头再想一下，当时 UT 的袭击个头是非常大的，它的单体身高应该是比 MP10 还高，所以会出现一大拖四小的情况，主要还是被这个比例纠结了呀。但是动画片里边确实5个人之间的身高差距并不是太大，这个也是当时的所谓的质量转换技术吧，也导致了现在第三方的设计师一个纠结的点。最终他们取舍之下，使用了最简单最偷懒的方法，就是做大裤衩了。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一款的吵闹目前把玩下来的手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变形体验相当的带劲儿，而且主要是充满了新鲜感。让我这个已经熟悉了之前 UT 的那款吵闹的人，还是第一次上手的时候感觉不一样的一种体验，这个是非常妙的。而且尼龙料的这个配色啊，如果说你做汽车什么的可能不太高级，但是做这种坦克了，外边的装甲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因为尼龙料的关系啊，所以在打开盒第一时间发现了身上有一些飞边的情况，自己得拿小刀稍微的削一下。而你上手后的体验呢，尼龙料子主要是掰着放鲜啊。大家也是经历过魔方更换 ABS 那一段时期的恐怖啊，那变完了以后身上肯定会出白痕的。巫师的这个设计，我觉得除了这个料子啊，如果用 ABS 根本驾驭不了，换其他家哪个料子我估计都不行。所以这一款大概就是这样了。总的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一次的魂天豹还是比较期待的，就看一看最终它能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聊到这儿吧。